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突发心血管事件为何多见于清晨，哪些人要注意？老年人钟爱闻鸡起舞，但值得注意的是，清晨是一天中发病的危险时刻，我们在锻炼的同时也要警惕危险的发生。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清晨死亡人数占一天总死亡人数的60%。清晨不单单是心脏病的高发时段，更是猝死的高峰期。医学专家们对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找到了其中的一些重要因素。今天我们就说一说为什么这些致命的心脑血管事件都容易发生于清晨，哪些人群尤其需要注意这种危险，以及在平时哪些医生叮嘱我们使用的药物一直在帮助我们降低风险。一、为什么致命性心脑血管事件高发于清晨？根据临床统计，有约 40% 的急性心肌梗死以及近 30% 的心源性猝死都发生于清晨和上午时段。而在这一时间段，脑出血或者是脑梗塞等脑中风的发生概率是其他时间段的约3到4倍。大家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致命性的心脑血管事件容易发生在清晨呢？这里给大家介绍3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首先，这与神经内分泌作用有关。我们人体当中影响心血管的2大神经内分泌系统是交感副交感神经系统以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清晨从睡眠中醒来时，交感神经与肾素系统会变得明显活跃，这可能直接引起2个关键效应。第一，心率与血压的快速上升。心率的快速上升，一方面可能增加心律失常的发生风险，另一方面会让心脏的需氧量增加，容易出现缺血缺氧的表现。而血压在清晨的快速上升，容易形成血压尘封的现象，收缩压的平均上升幅度可以达到14毫米汞柱，最高的可升高80毫米汞柱，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二，血管收缩，冠状动脉或者是脑动脉的收缩与痉挛，有可能引起心脏或脑组织的缺血。其次，突发心脑血管事件容易发生于清晨，与血栓形成的风险升高有关。可以影响血栓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血液中的血小板的活性，血小板活性越高，越容易形成血栓。而在清晨的6到9点，血小板的活性会明显的升高。此外，在清晨，血液中的纤溶活性下降，血液粘稠度上升，这也都是促进血栓形成的因素。最后，血管内皮稳定性也与突发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于清晨有关。所谓血管内皮，大家可以理解为血管壁的最内层，是血管壁直接与血液接触的部分。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都会直接作用于血管内皮。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于血管内皮，而当血管内皮破溃时，就很容易形成腔内血栓，堵塞血管。因此，血管内皮的稳定性与心血管事件密切相关。而在清晨，血管内皮的稳定性会明显下降。综上所述，清晨时心率、血压升高，血管收缩，血栓形成风险增大，血管内皮稳定性下降，这些重要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突发致命性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就明显升高。二、哪些人尤其是需要注意清晨的心血管风险？说到这里，相信不少朋友都吓了一跳，原本起个床可能就有这么危险。但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并不需要过于担心。对于没有心血管高危因素的人群而言，我们的身体当中存在足够的自身保护机制，让我们避免这些危险。但是对于存在心血管高危因素的人群而言，则需要警惕了。首先，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主要有以下这些：
第一，性别与年龄，男性超过55岁，或者女性超过65岁。第二，遗传风险，家中如果有一级亲属在50岁以前就患上心血管疾病，这就算存在早发的心血管病家族史。第三，存在长期吸烟、大量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第四，高血压、血脂异常或是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前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高。第五，超重或肥胖。第六，血酮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仅存在单一或者少数上面提到的这些心血管危险因素，还不算是心血管危险性很高的人群。但是对于同时存在较多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或检查发现存在左心室肥厚、颈动脉斑块、肾脏功能受损等的问题的人群，则心血管危险性会大大的升高。而对于那些已经确诊过心脑血管疾病、慢性肾脏疾病、严重糖尿病的患者而言，心血管危险性是极高的。对于这些心脑血管危险因素较高或者是极高的人群而言，如果以下这些征象，就需要警惕清晨心血管风险了。第一，清晨起床时静息心率超过80次每分钟，这往往提示体内的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很高。第二，通过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发现清晨起床后3小时左右的平均血压明显高于夜间平均血压的血压晨风现象。第三，抽血检查当中提示血液粘稠度升高、纤溶活性减弱等的表现。三，这些心血管保护药物不能随便停。前面我们分析了造成清晨心血管事件突发风险增高的几项重要因素，其实很多平时大家耳熟能详的心血管药物恰好可以作用于这些因素，帮助我们降低风险，减少死亡。首先，常用的降压药物也是心脏的保护药物，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美托洛尔、比索洛尔等。这些药物可以抑制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减缓心率，降低血压。而我们前面提到了，清晨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就是导致心脑血管事件高发的因素之一。另一类常用的降压药钙离子拮抗剂，也叫地平类药物，比如硝苯地平、氨氯地平等，它们可以帮助舒张血管平滑肌，让血管扩张，改善血管的过度收缩。此外，还可以用于控制血压晨风状态。而抗血小板治疗的核心药物阿司匹林，一直是预防致命性心脑血管事件的重要一环。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已经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而言，医生大多会让其服用阿司匹林的原因，目的就是为了预防更加严重的致命性心脑血管事件发生。他汀类降血脂药物，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他汀类药物在体内可以发挥的价值，其实远远不止降低血脂这一项。他汀类药物对于心血管的保护效应是公认的，并且它还能够帮助改善我们的血管内皮功能。除了药物本身以外，选择合适的服药时间也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比如说，对于清晨血压晨风效应特别明显的高血压患者，可以考虑将药物调整到睡前服用，这样是有助于控制清晨血压波动的。经常有患者提问，我的血压正常了，降压药能停吗？我的血脂不高了，还要吃他汀吗？绝大部分的时候，医生的回答都是应该继续坚持治疗。这是因为降血压也好，降血脂也好，并非治疗的最终目的。控制这些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最终目的，其实都是预防这些致命性的严重心脑血管突发事件。这些一直都是在保护着心血管的药物，千万不要随便停。这时候应该听从医生的建议，是否能够停药。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